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二男。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将会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探讨一下最近如火如荼、刚开服、正在进行中的黑子篮球，以及身为手机篮球游戏元老的《灌篮高手》这两款手游的一些细微比较。那么呢，我今天将会以我身为《灌篮高手》老玩家的身份以及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款手机究竟有哪些地方是你可以去比较、可以去注意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帮我把这部影片呢顶上去，让更多人以及甚至是官方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因为这部影片呢，我将会说出我身为《灌篮高手》老玩家的所有心声。当然，这些心声呢，并不代表是所有人。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的老玩家应该看到我这部影片里面所讲的内容，也会有所共鸣。好，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影片吧。爽就站起来啦！好，那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们将会分成以下看到的4个面向呢，来比较一下这两款篮球手机游戏。那其实呢，在之前的影片啊，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多少有看过，就是我有发一部影片呢，内容是讲述为什么我认为黑子的篮球没料。那其实很多人看完这部影片，或甚至是没看完影片，他可能就误会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就是在 diss 黑子篮球，认为黑子篮球一定不会成功。其实呢，我那部影片主要呢是想要给灌篮高手的官方看的，因为我想要让他们警觉到这是一款对他们来说即将到来的危机，请他们要好好重视这个问题。我更多想要表达的其实是这个意思。然后在当时呢，其实我也花了一段时间哦，跟狗哥一起双排，在日服封测的时候玩了很久一段时间哦。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认为黑子篮球当然它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可是其实呢，它其实优大于劣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跟大家讨论一下吧。来，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两款游戏的营收状态。好的，那么各位现在在画面上啊看到的是这两款手游他们公司的营收比较。那左边呢是我们的株式会社 Five Cross 这间公司，那大家都知道它是黑子篮球的公司哦。那黑子篮球公司呢，在上个月呢用的这个营运的策略呢，是很快的去推出奇迹世代的几个角色，包含绿间，包含清风。然后在上个月呢，仅在日本地区，各位注意哦，它只在一个国家发行哦，就是日本地区，它只在一个国家发行，结果就达到了100万美金的成绩。各位，100万美金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各位可以看到右手边，灌篮高手，大家还记得上个月他做了什么事吗？没错，他上个月的时间呢，他推出了传奇三井这只角色。那传奇三井这只角色呢，带来的营收呢，不过就仅仅泰服加上台港澳地区，不过就仅仅47万美金而已哦，才47万美金。当然你说，这个还要再加上迪纳 China 的啊，没错。所以各位，我们再来搜寻一下，好，迪纳 China 的这一个营收呢，在灌篮高手方面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是600K， 所以呢，也就是说，它在中国地区加上台湾地区加起来营收，才恰好跟日本的黑子篮球一个地区加起来营收一样多。所以呢，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黑子篮球呢，它的这个奇迹世代几个的这个潜力啊，还是蛮高的。当然，就这个100万美金的营收来讲呢，其实跟灌篮高手一开始的时候比较起来，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哦。那虽然是这样子哦，不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灌篮高手这款游戏呢，它的营收呢，真的已经是到了末期了哦。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还不加上 Android 的 Google Play 的商店，它这边就只有 iOS 的分析而已哦。所以呢，像很多人呢，他如果说在台服，他是利用代除服务的，其实这些都没有算进去。但是如果真的全部都要算进去的话呢，那我觉得目前就 iOS 这个呈现来看呢，我觉得黑子篮球目前的营收其实整体来说会比灌篮高手呢还要乐观非常非常多。好，那么如果大家有看上一部哦，就是我讲述跟黑子篮球有关的那部影片当中，我有讲到关于黑子篮球的价格定位区间，它呢有没有因为我发的那部影片而在价格区间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呢？答案是完全没有。不管呢是在角色的养成费用上面，或是他一单的费用上面呢，看得出来他完全没有想要跟灌高打价格战，他完全就是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跟灌高可以对拼的状况下来设计这个价格定位区间的。好，所以看完这样的结果呢，不得不说，我觉得有一点失望，因为呢，它的价格甚至是比起日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所以这一点呢，真的让我觉得非常可惜。那作为呢自己本身在灌高已经投资非常多钱的玩家来说呢，我真的钱包里面已经没有多余的金额可以再去投资黑子篮球这款手游了。那当然大课长的话另当别论，不过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了，任何一款手游啊，不一定是大课长在撑，更多的是我们这种中间的微氪或小氪的玩家呢在撑的。各位，你听的没错，是微氪或小氪，在一款手机游戏里面哦，氪的2、3万、3、4万甚至10万呢，这些都已经算是微氪或小氪了。所以呢，在价格方面的表现呢，我觉得黑子篮球呢其实是非常可惜的。那各位也千万不要觉得说，黑子的篮球哇，它才1个月营收就到$100万哦，哇，那这样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这款游戏？这款游戏是不是要爆了？是不是要火了？其实并没有哦。各位可以自己稍微在 YouTube 上面或者是各大网站上面稍微查一下黑子篮球这款游戏的流量，你会发现呢，虽然啊现在偶尔的影片啊流量大概可以冲到1万、2万、3万，但是这些流量跟以前的灌告比起来，真的差太多了。那最近你也会发现呢，有许多的实况主哦，还有包括许哥啊、亏皮啊，他们都呢纷纷投入黑子篮球。可是你会发现，即使他们投入黑子篮球哦，开了这个台，他的台同时在线观看人数呢，其实差不多就跟灌高的比较巅峰的时候、新角出的时候差不多。代表呢，其实有蛮多人已经对这样的游戏呢感到厌倦了。篮球手游似乎再也回不去当时灌高集训萤幕刚推出那个时候的万人大台的荣景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花教练呢，他的这个37秒 How to Lose 的这个3000多人看台的荣景了，真的回不去了。所以呢，你说黑子篮球加入真的有让篮球手游的市场完全回温吗？我个人呢还是不太看好这件事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游戏方面的表现哦。那相信呢，大家如果这一阵子啊，我们有跳槽去玩黑子篮球这款手游呢，你应该呢可以多少感受得出来哦。就黑子篮球这款手游呢，它不管是在画面的呈现上啊，或者是呢在它的动画的呈现上啊，其实很多部分都比起灌篮高手还要精美很多，可以呢说是它是一款优化过后的灌篮高手呢，也完全不为过。可是呢，我相信大家在玩的时候呢，可能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角色的动作呢，你可能会稍微感觉有一点点僵硬哦。不得不提哦，就是自己呢，身为一个篮板玩家，我觉得这款手游呢，抢篮板方面的手感呢，真的跟灌高比起来差非常多。为什么灌篮高手大家会这么喜欢玩？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喜欢玩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它的抢篮板跟盖帽的手感，这一些动作的震动反馈做得非常的优秀。可是黑子篮球完全没有给我这样子的感觉，就抢到篮板的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针都卡卡的，然后感觉有点怪怪的，就会总是会呈现出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盖帽跟它的抢板方面呢，我觉得《灌篮高手》这款手游做的还是稍微胜出一些的。然后再来有一点也是让我非常讨厌的地方哦，就是呢黄赖啊跟清风啊这些角色呢，真的这个动作真的很莫名其妙，就是没有灌高的那种流畅感。什么意思呢？你看到这个突破，这种瞬间消失的突破，各位你不觉得很瞎吗？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应该要急速改进的东西，这个东西真的太瞎了。你看过哪一个人突破他会这样子突然这样左闪右闪突然消失的，就像 PTT 一样这样放，那个流畅度看着就是感觉很卡哦。所以我觉得游戏的表现目前方面呢，我觉得还是灌篮高手呢，我自己呢稍微再更喜欢一点。但是真的要我来说啊，其实这两款游戏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别，就是在于我觉得它对于一些细节的设计方面，比灌篮高手呢其实还要优秀非常多。我举个例来说，就以呢，如果我今天呢用一个控卫的角色，然后呢来盖一个大前锋甚至是中锋的角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在灌篮的时候呢，很长啊，他会不给。你会发现哦，他在灌篮的时候呢，很常我在盖帽的时候，他会不给，或者是呢被撞开哦，很常会发生这个问题。那我不知道呢，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因为现在呢潜力太低的问题哦，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哦。但其实呢，就我目前自己玩下来的体感来说，真的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它很容易就会告诉我说，主攻时机过早或者是过晚。就算呢你的帽点呢，你自己体感跟之前是一样的，但它还是很容易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就这点来说呢，
它比起灌篮高手像那个随便一个空位都可以去盖爆鱼柱的灌篮呢，我觉得这点它其实是做的比较细节、比较优秀一点的。至少呢，它对于这个身高跟主攻高度的部分呢，有去还原这个真实性虽然呢，黑子篮球是唬烂篮球，说真的现在灌篮高手还比较像是唬烂游戏那甚至有时候锅点对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主攻能力不足这点我觉得是黑子篮球做的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呢，黑子篮球他可能之前在封测的时候有被人家反映说盖帽太难盖，我相信他在这个封测之后呢，他可能有针对帽针这个地方去做修正，所以其实他盖帽呢，我觉得已经比起之前呢还要好盖非常多了。但是这点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待商榷因为呢，目前是所有的角色潜力都还没有起来的情况下，但如果潜力起来呢，那也可能呢就会跟灌高一样了这点呢，再请各位大神呢之后有机会再帮我验证一下。不过目前呢，就武藤老师我自己跟武藤老师还有其他的这个高端玩家讨论起来的心得呢，我们都一致认为确实这个游戏它在这个主攻高度跟身高这个部分呢，做的是比灌高呢还要好一些的。好，那么第3点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玩家素质。那其实玩家素质这件事情，我并不是要来跟大家讨论说这个放推的现象，因为其实放推这件事情在任何竞技游戏里面都一定会发生所以不是要来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探讨的呢是，你可能会期待你换到黑子篮球这个手游呢，你就可以换一个环境，也许呢，你就可以呢重新开始拥有一个崭新的自我可以呢在这个游戏打出一个新的表现。各位，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么你完全错误了。我来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灌篮高手》这款手机游戏呢，它已经开启了在台湾篮球手游的先锋，所以呢，其实这个游戏它的一些机制，它的一些玩法呢，其实老早就被摸透了，跟以前灌篮高手 S1 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什么都不懂，就瞎打，我想用什么角色就用什么角色，我想用什么阵容我就用什么阵容，我就是瞎灌，然后没关系，反正只要能进球就好，那种感觉呢已经不见了。等于说这种篮球游戏呢，已经开始慢慢的被制式化，它已经开始有一个正确解答，说我该选什么样的阵容，我该用什么样的角色，我就能够赢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呢，你就再试着把排位稍微打到高一点，你会发现上去的人呢就是那几个，然后你对上的那个人呢，怎么这些 ID 好像都在哪里看过啊？没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是我觉得呢，这款游戏呢目前出起来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点。好，那么其实就这2款游戏的未来来说呢，我觉得目前为止黑子的篮球呢，它的未来我是相当期待的，不管是在现在的角色来讲，或者是在未来能够推出的角色来讲，它都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可以去做修正。反而灌高这边呢，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角色已经出到差不多饱和了，而且我觉得灌高这边还有一个最大的危机但我不知道迪娜能不能够突破这个危机，就是能够去像井上雄彦拿到全国大赛角色球员的版权。你会发现现在灌篮高手不管你再出几个传奇角，都是那几个臭鱼烂虾换来换去，传奇赤木啦，传奇三井啦，湘美那几个出来不够吗？看他们脸都看到快吐了，对吧？可是黑子这边呢，我可以出什么？我可以出开 zone 的清风，我可以出开 zone 的火神，我可以出开 zone 的赤丝，对不对？赤丝怎么玩？觉醒怎么玩？那又是另外一个玩法所以其实它的玩法呢，我相信未来它会比起灌高呢还要更多元。反而灌高这边呢，我真的觉得呢，灌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要不要继续出这些传奇角色？游戏的精细度来讲呢，我期望未来呢，你也可以针对游戏的精细度、游戏的美术设计呢，稍微去做一些改进。现在你会发现，《灌篮高手》这个手游的美术设计呢，充满浓浓的中资味。虽然没错啦，确实是中国游戏没错但是跟日本游戏的那种精致度比起来呢，你就会感觉到非常大的差异我们就讲集训樱木的补扣，它补扣起来动画是这样。那传奇三井的3分投起来却是这样。好啦，不要说我都只会抱怨啦，迪娜，我这边直接给你一个解决方案，改几个美术设计动画，非常简单，连我这种业余的剪片师都能做的设计。来，我们看看传奇三井动画改成这样，你们感觉怎么样？那你们觉得好看还是不好看？留言在下方告诉我。好，那其实今天这部影片呢，不是为了要 diss 灌高或者是 diss 黑子，任何一个都不是。
老实说，我觉得这2款游戏完全是可以共存的。就像是英雄联盟跟传说对决，我不会因为出了传说对决我就退坑英雄联盟跑去玩传说对决，我很有可能也会2个游戏都玩。但问题是哪一个游戏有在自己的设计方面，哪一个游戏有在自己的游戏性方面真的做出用心的感觉，可以让玩家感受得到，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黑子的篮球可以给予冠高一些适当的压力，不让他一党独大，这一点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也非常非常同意这点，所以我只能说冠高你要加油好吗？不要再把那些臭鱼烂虾的传奇角色都是湘北人拿出来了，赶快跟井上雄彦去谈谈全国大赛的版权，把那几个放出来，你还有一线生机。好，那么纵观以上4点呢，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部影片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4个关于你该不该跳槽到黑子篮球的面向。那各位玩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去评估你是不是呢要继续留在冠高，还是呢你也可以偶尔呢去黑子那边呢去尝鲜一下，那也是没有问题。因为2款游戏的花费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没有说哪一款游戏特别便宜，2款游戏呢都一样贵。所以呢，就我来讲我会觉得说我已经投资在冠高那么多，我就不想要在另外一款游戏上面呢去投资太多钱，我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无氪玩家的身份。那未来我会不会开黑子篮球的台呢？这个呢就看到时候情况来讲了，我也不敢完全说我自己不会去开黑子的台，有时候可能会沾一下，但投资的成本呢可能真的就不会像灌篮高手那么多，毕竟灌篮高手更多是我这个年代的青春。那如果说黑子篮球是你这个年代的青春的话，那我相信你也会很勇敢的投资下去。但是我相信现在大部分会在手游消费的主力族群呢，大部分的人情怀都是在灌篮高手这款手游，甚至呢未来你可能会玩这个 Jump 群星集结这款游戏，你跳到这款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会有更多你的情怀在里面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你现在还在犹豫在这2款游戏呢去选择的话呢，希望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可以给你一些小小的参考，让你呢未来呢不要投资错方向。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啦。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是台湾尔南，大家拜拜。